嗨，我是老高。今晚我们来聊一个让我整夜没睡着觉的故事——陈忠实《白鹿原》。很多人一提这书，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田小娥，就是那点男女之间的事儿。甚至有人把它当猎奇野史来翻，翻2页觉得刺激，翻完就扔了。说实话，我以前也差不多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我一字一句把原著啃完，合上书的那一刻，后背是凉的。我才明白，之前所有的印象全是错的，这根本不是什么乡土爱情，这是一份用几代人的骨血写成的生存档案。陈忠实当年蹲在乡下破窑洞里，翻烂了蓝田县志，他不是要写风月，他是要把咱们祖辈在半个世纪里被时代巨浪拍碎，被宗族铁律吞噬的那种绝望，血淋淋地端出来，摆在桌上。你敢不敢看？今晚咱们就从头到尾把这部书撕开了，揉碎了，一层一层往里扒。故事从一场大雪说起。清朝末年，渭河平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，白茫茫的雪地里，一个穿黑棉袄的年轻男人蹲在地上，死死盯着脚下一小块没被雪盖住的绿斑。他哆嗦着手扒开冻土，挖出一截像小猪崽子一样的东西。这个人叫白嘉轩，他还不知道，手里攥着的这棵草会把整个白鹿原未来50年的命运全搅翻。但在讲这棵草之前，咱们得先说说白嘉轩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开篇第一句话就够让人倒吸凉气。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7房女人。乍一看你以为是封建地主的风流账，往深了看，这哪是风流，这是一场带血的生存接力。前6个女人像石子扔进深井，连想都没留下就没了。第一个难产，血流了一炕，人和孩子一块咽气。第2个痨病，咳得满墙血点子。第3个，第4个，第5个，第6个，有的发狂，有的暴毙。几年功夫，白家院子里唢呐吹了6回。原上的人背后嚼舌根，说白嘉轩命硬克妻。我觉得白嘉轩那会儿心里的滋味，外人根本想象不到。一个西北汉子，腰杆子本来挺得笔直，被接二连三的死亡压得喘不上气。半夜听见窗外风声，总觉得那是前面6个女人的哭声在门外飘。但他爹白秉德拍桌子砸下死命令：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，砸锅卖铁也得再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和我们现在某些事很像？在庞大的规矩面前，一个人的命，一个女人的命，有时候连香火的零头都算不上。那些鲜活的姑娘，在宗族逻辑里只是完成生育指标的工具。这就是陈忠实撕开的第一层真相。乡村伦理的温情底下，垫着的是无名女人的累累白骨。直到第7个女人来了，吴仙草，这女人命硬，新婚夜腰上绑桃木棒槌，硬生生熬过了白嘉轩心里的鬼门关。她不光给白家生下了几个带把的种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带来了白家发迹的真正底牌——罂粟种子。这就引出白嘉轩干的第一件惊天大事——种大烟。你看这个人，一辈子端着族长架子，满嘴仁义道德，腰杆挺得像原上那棵老柏树。可他发家的第一桶金，偏偏是见不得光的毒物。我觉得这才是这本书最刺痛人的地方。在生存面前，再硬的规矩也能弯腰。春天一到，麦苗刚返青，白嘉轩那几亩隐蔽坡地里，罂粟花已经铺成了片，红的像血，白的像纸，妖得人头晕。割烟果的时候，他带着仙草，天不亮就下地，跟做贼一样，特制小刀在鼓鼓的果子上轻轻一划，白浆顺着刀口淌下来。隔一天，浆液变成黑褐色膏体，弯刀刮下来，这就是能换白花花银子的大烟土。靠这几亩罂粟，
白家的钱像滚雪球一样涨，原上的人先是不耻，后来眼红，最后全跟着中。白嘉轩没拦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这玩意儿伤天害理，但他更知道，穷的叮当响的世道里，想把根基扎得比别人深，手里得有硬通货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我可能也一样。规矩是给吃饱肚子的人讲的，饿肚子的时候活下去永远排在道德前面。有了钱，白嘉轩腰杆更硬了，但他心里一直扎着一根刺，就是开头那块雪地。他把挖出来的东西拿去给园上最有学问的朱先生看，朱先生告诉他，这是白鹿精灵，那块地是风水宝地，偏偏这块地在死对头陆家的慢坡上。白嘉轩认定了，拿到这块地，白家就能祖祖辈辈压过陆家。接下来他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算计。咱们总以为老实人不懂弯弯绕，但白嘉轩做起局来滴水不漏。他没拿钱硬砸，因为陆家不缺钱。他瞄准了陆子霖他爹陆太恒贪便宜又好面子的弱点，先放风说中大烟亏了本，急着卖自家最肥的水浇地周转。那可是原上产量最高的上等田。陆太恒一听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但白嘉轩不急，像熬鹰一样熬着，等陆太恒主动上门试探。白嘉轩装出痛心疾首的败家子模样，长吁短叹，然后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个条件，水浇地便宜卖给陆家，但陆家得把那块荒坡地搭上，当个天头，理由冠冕堂皇。水浇地卖了，总得留块破地当念想，以后死了也有个埋人的地方。陆太恒心里暗笑白嘉轩傻，一块产不出粮食的荒坡换上等水田，赚翻了。连夜找人写地契，天一亮就拉着白嘉轩按了手印。书里写，白嘉轩手指头在红印泥里狠狠戳了一下，陆太恒以为他心疼祖产，其实那是白嘉轩内心翻江倒海的颤抖。他用一块所有人都看得见的肥肉，换走了一座只有他自己知道的金山。地契到手，第一件事迁坟，把白家祖坟浩浩荡荡埋进了那块慢坡地。到这一步，陆太恒才隐约觉得不对劲，但白纸黑字红手印，木已成舟，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。他不撕破脸，用最体面的规则完成最狠的剥夺，这才是底层生存的真正逻辑。但他不知道，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。这块用算计换来的风水宝地，不但没保住白家子孙太平，反而像一道诅咒，拉开了白陆两家半个世纪血雨腥风的大幕。钱有了，地有了，白嘉轩下一步要干的事更大。他要在白鹿原上建一座统治人心的堡垒。他翻修了祠堂。你得理解，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祠堂不是几间破瓦房，那是整个宗族的权力图腾，精神上的紫禁城。翻修落成那天，鞭炮齐鸣，流水席摆了好几天。白嘉轩穿崭新长袍马褂，站在高台阶上，底下乌泱泱一片族人。他不喧哗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人群，然后请出他这辈子最厉害的武器——相约，那是带血腥味的铁律。靠这套规矩，白嘉轩把白鹿原变成了水泼不进的铁桶。书里有一场戏让我看得后背发麻。原上几个人偷着聚赌，搁别的地方骂一顿罚点钱也就完了，但在白鹿原不行。白嘉轩让人把赌徒绑在祠堂门外老树上，全村男女老少一个不落全得来，拿出来的不是普通鞭子，是长满倒刺的酸枣刺条。他站在台阶上，脸铁青，没一丝多余表情，让人扒下赌徒的裤子，光着屁股抡起刺条狠狠抽。一边下去，倒刺勾出一溜血肉，惨叫声在祠堂上空回荡。底下看的人，再横的汉子也两腿发软。这几鞭抽完，白嘉轩的地位彻底定死了。
他就是这园上绝对的规矩，绝对的天。他代表宗法，代表祖宗，但规矩越硬，压迫越深，反弹越野。人群里有一双眼睛，没有敬畏，只有原始的仇恨。这双眼睛的主人叫黑娃，黑娃是白家世代长工陆三的儿子。陆三是什么人？把白嘉轩当神一样敬着，做了一辈子牛马的忠仆，背粮食麻袋压弯了，永远佝偻着。但黑娃不一样，他浑身使不完的力气，骨子里透着不驯服的野性。从小和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一起长大，但他知道自己跟白孝文之间隔着一堵永远翻不过去的墙。白孝文做学堂念书，他只能在外面割草喂牲口。黑娃最受不了白嘉轩那根永远挺得笔直的腰杆。他问过他爹：“爹，你腰咋弯得像虾米？”陆三说：“是麻袋压的。”黑娃又问：“那主家白嘉轩的腰咋那么直？”陆三叹口气：“人家生下来就是挺腰杆的命。”这句话在黑娃心里埋下了一颗炸弹。他不信命，他受不了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尊卑，他不想像他爹一样弯一辈子腰。于是长成壮汉以后，黑娃离开白鹿原，去渭北当麦客，靠卖苦力帮人家割麦子。6月关中，太阳像火炉烤着大地，黑娃光膀子在麦田里挥镰刀，汗水把皮肤晒得黝黑发亮。就在这种最粗犷的生存状态下，他遇到了那个彻底改变他命运，也即将搅翻整个白鹿原的女人田小娥。田小娥在后世读者嘴里争议极大，但在陈忠实笔下，她是彻头彻尾的悲剧。她不是天生的荡妇，她是被亲爹卖给年纪够当爷爷的郭举人做小妾的牺牲品。在郭家，名义上是妾，实际连下人都不如，只是郭举人拿来糟蹋的工具。你体会一下黑娃和田小娥第一次真正产生交集的那个细节。闷热的下午，黑娃在郭家麦田里干了一天，渴得快瘫了。田小娥从宅子里出来，悄悄递给他一块手绢，打开一看，里头包着几颗冰糖。对一个在烈日下快被榨干的苦力来说，那不仅仅是甜，那是冰冷世界里突然降临的带着体温的善意。黑娃含着冰糖，甜味顺着喉咙一直甜到心底。那一刻，这头野狼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，而田小娥看黑娃的眼神也变了。她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、浑身阳刚的年轻男人，和那个散发腐朽气息的郭举人形成了刺眼的反差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宗法社会最底层的苦力，一个是被锁在封建枷锁里的玩物。他们之间产生的不是浪漫，是两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在黑暗中互相舔舐伤口，是近乎绝望的相互救赎。郭家那个破马号成了他们偷尝禁果的地方，每次幽会都伴着被进猪笼的恐惧，但恐惧反而加剧了疯狂。在这个压抑到极点的世界里，只有在彼此怀里，他们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纸包不住火，失败之后，黑娃被郭家的人打了个半死，像垃圾一样扔出门外。田小娥也面临被卖进火坑的绝境，但黑娃骨子里有一股狠劲，粉身碎骨也要咬住不撒口。他没自己跑，想尽办法带着田小娥私奔了。当黑娃领着田小娥满身疲惫却又满怀希望走回白鹿原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像个男人一样带着女人过安稳日子，但他太天真了。白鹿原的反应比郭举人的棍棒冷酷10000倍。第一个崩溃的是黑娃的亲爹陆三。对陆三来说，名节比命重。他一辈子在白家小心翼翼维持老实人的体面，儿子竟然领回来一个破鞋，这等于把陆三的脸撕下来扔地上踩。陆三抄起顶门杠发疯一样追打黑娃，要把这个逆子打死。而白嘉轩的态度才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，他没骂没打，
只冷冷下了一道命令：祠堂大门永远对黑娃和田小娥关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在白鹿原上的一切资格。在宗法社会里，进不了祠堂就是不被祖宗承认的野鬼，谁都能踩他们一脚。规矩的力量就是这样，不用动一兵一卒，一个冷漠的眼神就能把人逼上绝路。黑娃和田小娥被整个园孤立了，他们没法在村里立足，只能搬到村外一孔废弃窑洞，又黑又潮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每天站在窑洞门口，看着不远处炊烟袅袅的白鹿原，看着那座高大威严的祠堂，他们心里清楚，自己被彻底抛弃了。但千万不要低估底层人求生的意志，更不要低估被压到极限后反弹的怒火。黑娃站在破窑洞前，看着白嘉轩那挺直的腰杆，心里的仇恨没被浇灭，反而像野火越烧越旺。他不再只是讨厌那根腰杆，他想砸碎它，他想把那座高高在上的祠堂掀个底朝天。而田小娥这个本来只想找个男人安稳度日的弱女子，经历了郭家的折磨和白鹿原的放逐之后，眼神里也多了一种东西，一种被逼到墙角后准备用身体和灵魂进行绝望报复的冷光。这孔破窑洞就像压在火山底下的岩浆，原上那些端着架子的老爷们还不知道，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正在地底下疯狂孕育。没过多久，大风终于刮起来了，不是寻常的穿堂风，是大革命的飓风，从城里一路席卷到白鹿原。在这场风暴里，那个被赶出宗祠，只能在破窑洞里苟活的黑娃摇身一变成了风暴的眼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黑娃穿一身制服，腰里别着家伙，领着一帮同样被踩在泥里的穷汉子，像洪水一样冲开了白鹿村祠堂的大门。那是白嘉轩用半辈子心血和规矩垒起来的精神堡垒。黑娃踩着沉重的步子，一步步走上高台阶，正是当年白嘉轩拿酸枣刺条抽人的地方。底下的乡亲全懵了，大气不敢喘。黑娃看着满墙仁义道德，看着高高在上的祖宗牌位，怒火喷涌，大吼一声：砸！那帮汉子抡起棍棒，咔嚓咔嚓把雕花窗棂、供桌、几百年的祖宗神位全砸了个稀烂，扔进泥水里。黑娃甚至带头用铡刀砸断了白嘉轩拿来立威的相约石碑。这不是简单的打砸，这是对宗法制度最猛烈的一记耳光。白嘉轩呢？他站在人群里，看祖宗牌位被踩在脚下，心在滴血。有人劝他躲，他不躲，走到黑娃面前，腰杆依然挺得像钢板。农协的人拿棍子往他背上招呼，打得皮开肉绽，但他就是不跪。在他的逻辑里，天塌下来规矩也不能弯。黑娃看着这个死都不肯低头的男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砸碎了祠堂，却砸不断白嘉轩那根无形的脊梁骨。可时代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，风向瞬间逆转。昨天的座上宾，今天成了通缉犯。黑娃没得选，连夜逃跑，落草为寇，当了土匪。黑娃这一跑，把最柔弱的靶子留在了满是仇恨的土地上。田小娥，她是外乡女人，带着不清不白的名声，没了黑娃的保护，在那些体面人眼里，她就是随时可以踩的烂泥。这时候，书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角色登场了，陆子霖。陆子霖是白鹿原上的相约，白嘉轩一辈子的死对头，逢人三分笑，满嘴仁义，骨子里却流着最阴毒的水。白嘉轩在明处用道德压人，陆子霖就在暗处用软刀子杀人。他垂涎田小娥的美色，更看到了一个能把白嘉轩彻底毁掉的机会。大雨滂沱的夜里，陆子霖走进田小娥的窑洞，用权力和粮食威逼利诱，占有了这个走投无路的女人。
但他要的不仅是肉体。他给田小娥一个恶毒的任务，去勾引白嘉轩最完美的继承人白孝文。白孝文是白鹿原未来的族长，白嘉轩按圣人标准一笔一画刻出来的模子。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走路不敢迈大步，生怕坏了规矩。在这完美的壳子下面，压着一个活人最原始的欲望和生机。田小娥接了这个任务，因为她恨白嘉轩当初把他和黑娃拒之门外，把他们逼上绝路。当白孝文去收粮的时候，田小娥用尽了手段，但往深了看，这不是什么风月故事。对白孝文来说，那孔散着霉味和脂粉味的破窑洞，反而成了他逃离父亲那座道德囚牢的唯一出口。在那个黑暗窑洞里，白孝文第一次尝到了做真人的滋味。他褪去未来族长的光环，变成了被本能驱使的野兽。他知道这是深渊，但就像吸了罂粟一样无法自拔。他沉沦的有多彻底，就说明白嘉轩那套铁腕规矩对人性的压制有多惨烈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和我们现在很多事很像，被压得越狠的人，一旦决堤，崩塌得越彻底。丑事被掀开，白鹿原地震了。陈忠实在这里安排了全书最惨烈、最刺痛灵魂的一场家法大戏。祠堂门外，全村再次聚集。这一回，被绑在树上的是白嘉轩最心疼的亲生大儿子。白嘉轩脸色如死灰，手里拿着那根沾过无数人血的酸枣刺条，一边是亲情，一边是用半辈子苦心经营的家族体面和宗法铁律。他选了后者，高高举起刺条，狠狠抽在白孝文背上，每一边都是皮开肉绽。白孝文满地打滚，惨叫撕心裂肺。白嘉轩咬着牙，手在抖，但鞭子没停。他不仅是在打儿子，他是在亲手杀死白家未来的希望，用儿子的血去记那套冰冷的规矩。鞭打之后，更绝的来了。白嘉轩当着全族人的面宣布和白孝文分家，扫地出门，永远革除族籍。这等于在精神上、社会关系上把白孝文彻底判了死刑。但接下来的转折，才是全书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。被打落泥潭的白孝文，没有痛改前非，也没有羞愧寻死。相反，他在彻底失去一切尊严和束缚之后，迎来了一种毛骨悚然的重生。你看原著怎么写？白孝文搬出白家大院，住进破屋，他不再顾及脸面，把分给他的田地房子全换成现钱，不买粮不营生，跑去城里下馆子，抽大烟，看大戏。没钱了求陆子霖，甚至在大街上讨饭。为了半块馊馍馍，能跟野狗抢食。村里人都说白家大少爷疯了，废了。但陈忠实写出了白孝文内心最隐秘的角落，在沦为乞丐的绝境里，他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再不用端架子走路了，再不用被那些吃人的相约了，脸皮被彻底撕破，他反而获得了一种扭曲的自由，从被规矩绑架的圣人变成了无牵无挂、毫无底线的流氓。我觉得这才是白鹿原最深层的撕裂。规矩太严，反而催生出最彻底的堕落。大风过后，留给白鹿原的不是平静，而是真正的人间炼狱。如果你觉得之前的算计和倾轧已经够残酷，接下来这场天灾人祸会把你对人性底线的认知一次次按进泥水里。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太阳像恶毒的火球，连着几个月没下一滴雨，麦苗枯死在龟裂的黄土里，地缝宽的能吞条狗，饥饿像幽灵攥住每个人的喉咙。起初还能掺树皮草根喝稀汤，后来树皮都被扒光了，原上光秃秃，像被火烧过。白孝文把最后的田地房子、牲口全换了钱抽大烟，钱花光就拆自家房瓦去卖，瓦卖光了彻底成了野狗。他饿得双眼凹陷，颧骨高凸，
走路的力气都没有。他女人，那个曾经跟着他享福的大少奶奶，在生下孩子后活活饿死在破炕上。白孝文没掉眼泪，不是绝情。人饿到只剩一口气的时候，身体里的水分和感情全枯竭了。说实话，读到这儿我整个人是麻的。当肚子填不饱的时候，什么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，统统都是空话。就在所有人饿得眼冒金星的时候，白鹿原发生了一桩比饥荒还让人胆寒的血案。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一辈子弯着腰、最老实本分的中仆陆三。他为什么要杀田小娥？在他那颗被传统规矩禁锢了一辈子的脑袋里，原上所有的灾难、大旱、饥荒、白孝文的堕落，全是因为田小娥这个荡妇惹怒了老天。他觉得只要除了这个妖孽，白鹿原就能恢复太平，他就能还白嘉轩一个天大的恩情。那天夜里下着大雨，陆三从马号草料堆里抽出一把锈了的3棱刺刀，揣在怀里，一步步走到村外那恐破窑洞前。田小娥正躺在炕上，她也饿坏了，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陆三一脚踹开木门，外面闪电劈下来，照亮了他那张布满皱纹、扭曲变形的老脸。田小娥还没坐稳，刺刀已经狠狠捅进了他的后心。陈忠实在这里写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。田小娥回过头，用尽最后一口气看着这个杀他的干瘪老头，没骂，没求饶，只喊了一声大。大在关中方言里就是爹，这一声包含了太多绝望。他被亲爹卖给郭举人，被黑娃带出来，却得不到陆三的承认。他渴望有个家，渴望有个长辈认他。最终结束他生命的，恰恰是他最想认下的那个人。我觉得田小娥是这本书里最让人心碎的角色。陆三以为自己替天行道，但他杀死的不是妖孽，是一个被吃人世道逼到墙角，连一点点生存空间都得不到的弱女子。田小娥死了，尸体在窑洞里放了好几天，发了臭，才被拖出去草草埋了。但白鹿原的灾难没有停，饥荒过后，瘟疫席卷全园，人开始成片倒下，早上还在喝水，晚上就咽了气。恐惧蔓延，绝望的时候最容易生出迷信。原上的人开始传言，说田小娥冤魂回来索命了。那些曾经欺辱过他的人，每晚都吓得睡不着，总觉得门外有女人的哭声。连陆三也彻底疯了。田小娥死前那声大成了他一辈子的梦魇。他满院子乱跑，学女人的腔调说话，甚至像狗一样趴地上。那个最讲规矩的老实人，在内疚和恐惧的折磨下变成了行尸走肉。白嘉轩站出来了，但他没反思规矩是不是出了问题，他只想着怎么把这股反抗力量彻底镇压。他请来道士，找出田小娥的尸骨，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倒抽凉气的事，在他埋骨的地方建了一座镇妖塔，把骨殖烧成灰压在塔底。他不仅要让田小娥在世上消失，还要用这座6棱砖塔把他的灵魂永远镇压在不见天日的黑暗里。他不允许白鹿原上留下任何挑战规矩的隐患。那座镇妖塔立在原上，像一根钉进人性深处的耻辱柱，见证着宗法制度最冰冷最残忍的一面。但就在这片死亡和疯狂的绝境里，有一个人奇迹般翻出了新水花。已经饿得只剩一口气的白孝文，在他快饿死的时候，一直在暗处看好戏的陆子霖假惺惺施舍了他一碗饭，然后把他送去县里保安大队当壮丁。陆子霖本意是让白孝文出去当炮灰，死在外面，彻底断白嘉轩的念想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一送是放虎归山。白孝文穿上黑狗子皮，端起汉阳造步枪。第一次摸到枪杆子的那一刻，他被礼教束缚的灵魂彻底死了。一个懂丛林法则的冷血动物瞬间觉醒。他发现在饥荒和战乱面前，
四书五经连个屁都不算，手里有枪才是硬道理。他再不用背相约了，他可以用枪管子指别人脑袋。几年时间，白孝文靠心狠手辣和见风使舵，一路爬到营长。当他穿笔挺军官制服，骑高头大马，带一队荷枪实弹的兵，威风凛凛重新回到白鹿原的时候，全村人傻了。那个跟野狗抢食的流氓大少爷，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官老爷。白嘉轩看着马上的儿子，什么滋味？他当初为了宗法的纯洁狠心赶走儿子，现在儿子靠彻底抛弃道德底线，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，爬得比他还高。白孝文的归来是对白嘉轩一辈子信仰的那套仁义规矩最无情的重锤。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，白鹿原上的棋局到了收官残局，旧规矩碾碎了，新世道在洗牌。那些在风浪里挣扎了一辈子的人，无论当年多风光多狂悖，最后都得在这片黄土上迎来逃不掉的宿命。先看黑娃，当土匪当炮灰，在死人堆里打了几回滚之后，这头狼突然累了，看透了算计和杀戮，复仇的野火渐渐熄灭，剩下的是深深的疲惫和对安宁的渴望。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，跑去白鹿书院，跪在全园最有学问最讲规矩的朱先生面前。你想象那画面，青砖灰瓦的书院里，一个杀人不眨眼，亲手砸碎祖宗牌位的悍匪，规规矩矩跪在院子里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先生，我想学为好人。这4个字从黑娃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天方夜谭。但朱先生没赶他走。朱先生这辈子拒过军阀，骂过政客，唯独收了这个满手血污的浪子。在朱先生看来，满嘴仁义的伪君子心里烂得像泥。黑娃这个坏事做尽的土匪骨子里，反而残存着一丁点没被污染的真性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黑娃放下枪，拿起书，像猛童一样跟着朱先生摇头晃脑背《论语》，练毛笔字。他甚至回到白鹿村，在祠堂外为他爹陆三办了一场隆重祭祀。那一刻，黑娃以为自己终于洗净了血污，可以作为干干净净的好人被这片土地重新接纳。但这片土地的生存逻辑比他想的冰冷得多。他能容忍一个流氓爬上高位，却偏偏容不下一个土匪洗心革面。解放的炮声响了，黑娃这时已是国军营长。他主动联络了地下党陆兆鹏和同为营长的白孝文，3人一起发动起义，和平解放了白鹿原。按理说黑娃立了功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做好人了。但他忘了，在权力交替的绝杀时刻，想坐稳江山，就得有人当垫脚石。把他推向断头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白孝文。白孝文太了解黑娃，也太清楚自己是怎么像野狗一样活过来的。在他的法则里，没有兄弟情义，没有礼义廉耻，只有绝对的权利和自我保全。黑娃的存在就是威胁，不仅因为黑娃知道他所有的不堪，更因为黑娃的光明磊落反衬出了他内心的无比阴暗。白孝文动用手中权力，悄无声息织了一张死网，把黑娃当年当土匪砸祠堂的旧账全翻出来，硬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，把镜头推向那个阴云密布的刑场。黑娃被五花大绑压在土坑前，他没喊冤，没求饶，也没像当年砸祠堂时那样怒吼，只是静静看着白鹿原上灰蒙蒙的天，眼里没有恐惧，只有深深的悲哀和嘲弄。做土匪的时候没死，做流氓的时候没死，偏偏在放下屠刀想本本分分做好人的时候，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脑袋。我觉得黑娃的死是陈忠实留给我们最深的一道伤疤，他撕开了一个底层真相。在权力更迭和冷酷博弈面前，个人的道德觉醒微不足道。你想在泥沼里开出白莲花，泥沼会毫不犹豫把你吞掉。看完黑娃，再看那个算计了一辈子的聪明人，
陆子霖。他这辈子脑子转得比谁都快，肚子里装满阴谋，曾经不可一世，不惜利用田小娥毁白家大少爷。他以为自己能操控所有人的命，但他算不到时代的洪流不按他套路出牌。2个儿子陆兆鹏、陆兆海全背叛了他，走上革命道路。兆海战死沙场，兆鹏不知所踪，陆子霖自己也被卷进政治漩涡，关进大牢，严刑拷打，为保命卖光了陆家所有田产房屋。放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曾经衣着光鲜八面威风的人已经被抽干了精气神，他疯了。大雪覆盖白鹿原，冷得能冻裂石头。陆子霖穿着辨不出颜色的破棉袄，头发蓬乱如杂草，裤裆里拉满屎尿，散发刺鼻恶臭，像流浪狗一样在村里游荡，走到谁家门口就傻笑着伸手讨食。曾经在他面前点头哈腰的村民，现在用嫌弃的眼神看他，有的拿扫帚赶他像赶瘟神。他跌跌撞撞回到陆家大院门前，门锁着进不去，只能蜷缩在门道角落，怀里抱着半块不知哪儿捡来的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干馍。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冻僵了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，半边脸被野狗啃得血肉模糊，露出白森森的骨头。这就是那个一辈子精于算计的陆子霖的下场，追了一辈子利益和面子，最后在最没尊严最肮脏的境地里冻死在自家门槛外。命运没给他什么轰轰烈烈的审判，只像倒掉一盆脏水一样，把他无声无息倒进了历史的阴沟。最后在这落幕时刻，咱们必须面对那个贯穿全书，像白鹿原上定海神针一样的人物。白嘉轩此时的他，早已不是当年站在祠堂台阶上拿酸枣刺条抽人，腰杆挺得像钢板的族长了。当年那场风暴里，黑娃带土匪冲进白家大院，一根粗木棍狠狠砸在白嘉轩后腰上，生生砸断了他引以为傲的笔直脊梁。从此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，只能像老迈的虾米一样拄着拐在地上艰难挪动。这是一个毒辣的隐喻，那套不可一世的宗法制度和传统规矩，在暴力和新时代冲击下彻底被打断了脊梁，再也无法昂首挺胸。但白嘉轩的悲剧远不止身体残废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和最大的痛都来自大儿子白孝文。当他得知黑娃被抓即将枪决的时候，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。他拖着残破佝偻的身体，一步步爬到县政府，求那个已经高高在上的县长儿子放黑娃一条生路。你想象那对父子隔着宽大办公桌对峙的画面，这是全书最冷酷、最让人绝望的一次交锋。白嘉轩喘着粗气，搬出仁义，搬出黑娃洗心革面的事实，搬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试图用白鹿原那套古老的道德底线唤醒儿子的良知。但桌子那头，白孝文穿笔挺中山装，端着茶，挂着无懈可击的官僚微笑。他不和父亲谈仁义道德，满嘴革命形势、法律威严、不容亵渎的公理，用最冠冕堂皇的词汇，把一桩阴暗的政治谋杀包装得天衣无缝。白嘉轩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，彻底胆寒了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一辈子坚守的规矩、面子、仁义，在白孝文这套冷血绝情的权力逻辑面前，薄得像一张窗户纸，一戳就破。他当初亲手把儿子赶出家门，逼着他在泥坑里学会了野兽的生存法则。现在野兽长大了，穿上人皮，戴上官帽，反过来用最合法的手段杀死了这原上最后一个想改邪归正的灵魂。枪毙黑娃的枪声在白鹿原上空回荡。白嘉轩坐在自家空荡荡的院子里，书里写，那一声枪响传来，白嘉轩浑身剧烈哆嗦了一下，紧接着右眼一阵钻心刺痛，一股热血猛冲进眼球，那根脆弱的血管承受不住内心巨大的悲愤和绝望，
生生崩裂了。白嘉轩瞎了一只眼，他那曾经洞若观火，看透白鹿原上所有恩怨的眼睛，现在只剩下一片血红和黑暗。故事讲到这里，白鹿原上空那阵刮了半个世纪的腥风血雨总算停了。很多人翻开这部书，盼着苦尽甘来，想在满目疮痍里找一点善恶有报的安慰。但陈忠实在最后几页里，把温情脉脉的幻觉撕得粉碎，把最冷酷的事实砸在你面前。你看这场半个世纪的生存博弈，最后赢家是谁？不是一辈子挺腰杆守规矩的白嘉轩，不是放下屠刀想学为好人的黑娃，更不是守着传统风骨的朱先生。稳坐高台笑到最后的，偏偏是那个被丢进泥沼，彻底抛弃道德底线，把丛林法则玩到炉火纯青的白孝文。旧规矩碎了，新赢家靠的是比旧世道更冷酷的算计与绝情。这才是白鹿原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它从来不是教人向善的鸡汤，它是把人性放在时代大风浪里淬火的生存启示录。它用黑娃的死和白孝文的笑撕开了一个底层真相。在权力更迭和残酷现实面前，生存逻辑永远比道德逻辑更冰冷，也更锋利。咱们今天把这本厚重的书读透了，不是为了寻找什么虚妄的安慰，是为了在感受到世俗力量与个体命运碰撞后的巨大粉碎感之后，在直面了这些碾压普通人的事实之后，能在暗流涌动的现实里少一点天真，多一分清醒。知道规矩会吃人，知道世道的底色，才能在每一次人生抉择面前不再抱盲目幻想，真真正正握紧自己手里的筹码。白鹿原的故事结了，但只要这世道还在往前滚，这套刺骨的生存法则就永远在隐秘地运转着。我是老高，感谢你今晚的陪伴，咱们下次再见。